35岁现象到底是什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逃不过这一现象。一旦到了35岁，就像人生的分水岭，同一代人出现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甚至在我国出现了到了35岁就不该找工作的言论。为什么35岁成了中国现代人的一道坎儿？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35岁现象的真相。2023年3月，网上流传出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位年轻的公司管理人员在毫无遮拦的训斥底下的一群中年员工，甚至放话不想干就辞职。而底下那群本是长辈年纪的员工，没有一个人敢吭称，整个过程看得让人十分不舒服。然而，像这样的现象在我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真实案例，他说自己35岁，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血液进入公司，像他那样年龄的人越来越不受待见。可是自己又因为父母家人不敢辞职，一天比一天过得忍气吞声。而35岁现象还不止出现在这里，比如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一些事业单位的考编在35岁以下，甚至一些城市的落户、改造等政策的年龄要求也是35岁以下。公司招聘的年龄优先选择95后到00后。有数据曾统计了我国上市公司从2017年到2021年的招聘年龄上限，有38.3%的公司明确表示只招35岁以下的。而当公司面临员工优化的时候，超过35岁的员工是首先被裁掉的那一批。明明35岁是工作经验更丰富的那一批人，到底为何在职场这么受冷落呢？35岁危机为什么这么可怕？我国研究人员曾经统计过一份数据，在2000年之前的美国和中国，50岁到55岁是一个人的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受欢迎。美国至今依然是稳定在这个年龄层。而在05年之后，中国的黄金年龄骤降到了35岁，甚至还将35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称为中国式中年人。由此可见，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存在35岁危机。而出现35岁危机这个现象，主要是我国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在我国80年代，只要读过点书，在社会上就能找到更好的找工作，大学生更是稀缺人才，很多工作只有相应的人才能干，竞争力不会太大，也不会出现年龄大一点就被挤下去的情况。而现如今，大学生已经是烂大街的存在了，一个工作岗位能有成千上万大学生来应聘。而社会的进步也导致很多需要创新能力的岗位不停的在更换的新鲜血液，所以一个人在一个岗位待的时间都不会长久。而且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经过10几年的经验的累积，可能已经达到了管理、技术指导、股东等岗位，但是没达到这些岗位的人，很容易被人认为年龄增长了，价值却没见长，而且现在也老化了，不管是工作经历、脑子灵活度都比不上年轻人，而年轻人能拿着更低的薪资干更多的活，所以35岁以上的中青年就这样被淘汰了。那么35岁危机到底该怎么处理呢？35岁危机到底该怎么处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截至目前为止，我国35岁以下的失业人口已经高达8700万人，过去几年的数据更高，也就是说，有大量35岁以上的人到现在没有工作，或者面临再就业的情况。可是因为年龄限制，就业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送外卖、送快递、开网约车等等。这些职业也不失为一种处理35岁危机的办法。很多人在这些职业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但是面对35岁危机，如果社会无法改变，我们可以自己提前应对。很多人一想到35岁危机，自己就先开始内耗了，不断的给自己暗示自己要被裁员，然后开始身心疲惫。这种职业倦怠的心理反而加大了被淘汰的几率。如果是已经达到35岁以上的人，这个时候也不晚，首先要从自己的心态下手。很多中年人身上都有一股不明所以的傲气，很多职业不愿意拉下脸去干，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好意，这样会将很多机会拦在门外。到了这个年龄，也能够尝试很多不同的新工作，不管在哪个领域都能够证明自己。如果是还没达到35岁的人，这个时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将自己每个年龄段的发展规划给做好。到了几岁一直给人打工，到了几岁就自己创业等等，这样就能够变成自己决定自己的去留，而不是盲目的等待公司决定。当然，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不要忘记一直要保持学习的态度，自己给自己创造价值。所谓的中年危机，其实很快就能打破。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欢迎评论、私信轰炸，咱们下期再见。